我们来深度聊聊 DeepSeek。The Chinese startup DeepSeek. We're getting our asses kicked by DeepSeek. 2024年12月底，中国焕方量化旗下的人工智能团队发布6700亿参数大语言基础模型 DeepSeek V3， 紧接着在2025年1月20号开源了基于 V3 的两款推理模型 DeepSeek R10 和 DeepSeek R1。一周之后 ，DeepSeek 趁热打铁又是推出了开源多模态模型 Genus。那么震惊全球 AI 界的点在于呢 ，DeepSeek 使用想象不到的低成本，直接得到了不输 OpenAI 推理模型 O1 太多的性能。那么这代表着潜在对 AI 大模型发展范式的颠覆，对 GPU 算力市场的影响，以及对 AI 初创企业生态的改变。2025年1月底，在媒体聚集的达沃斯论坛上，微软 CEO Satya Nadella 以及 Scale AI 的创始人 Alexander Wang 的发言呢，直接将 DeepSeek 推到了风口浪尖。We should take the development out of China very, very seriously. What we found is that DeepSeek, which is the leading Chinese AI lab, their model is actually the top performing or roughly on par with the best American model. 这直接导致了1月27号美股市场中英伟达重挫17%，蒸发市值5600亿美元，创下美国上市公司单日损失纪录。那在我们的评论区和邮箱呢，是收到了无数人让我们聊聊 DeepSeek 的要求啊，所以呢，整个春节期间呢，我们硅谷101团队呢也没闲着，组成了一支5人小分队啊，进行了数十人的嘉宾采访，想从技术、资本、市场等等多个维度聊聊 DeepSeek 带来的影响。这包括啊，第一，在技术方面 ，DeepSeek 的创新到底在哪里？第二 ，DeepSeek 对接下来的 AI 发展会带来如何的影响？这包括了 OpenAI、Anthropic 这样的闭源公司，还有Meta 这样的开源 AI 公司的影响，对英伟达这样的算力提供方的影响，以及呢对于开发应用和创业生态的影响。那么第三呢，我们也想试图来复盘一下啊 ，DeepSeek 为什么会是一家量化金融公司给孵化出来的？焕方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呢？那在我们做 DeepSeek 的研究当中啊，发现产业中啊依然有一些非共识和巨大的争议，包括呢对 DeepSeek 模型蒸馏套壳、所谓的数据盗窃，还有成本估算啊、算力提供，以及呢安全性能的一些攻击和指责的观点。那我们在这个视频当中啊，也试图去收集业内人士的看法，抛砖引玉一下，希望呢能够提供一个供大家理性探讨和交流的空间。也欢迎啊大家在我们的弹幕和留言区理性的评论和讨论。另外再说一点啊，我们采访的不少嘉宾英文是母语或者工作语言主要为英文，所以呢会有一些中英夹杂的情况，请大家多多的包涵。那我们就开始吧。那抛开 DeepSeek 面临的众多争议不讲啊，在硅谷的共识是，这个又便宜又好的模型确实是有扎扎实实的创新在的。这样的创新呢，并不是技术创新，而更多的是工程上的创新，让 AI 大模型训练和推理变得更高效、更便宜。那首先我们要理清一下 ，DeepSeek 目前发布了3个更新啊，分别是6100亿参数的大语言基础模型 DeepSeek V3， 使用无监督数据，借助增强学习方式，在数学和代码专业问题上微调得到的推理模型 DeepSeek R10， 以及呢第3是在 DeepSeek R10 的基础上混入带有标签的监督数据，提高模型综合能力而得到的 DeepSeek R1。那我们一个一个的来说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DeepSeek 在基础大模型 V3 架构上的创新。DeepSeek 在2024年5月发布的 V2 模型当中啊，就已经介绍了2项主要的架构创新，分别是混合专家结构 MOE 和多头潜在注意力机制 MLA。而这2项技术在随后发布的 V3 模型当中体现出的效果更加的明显。那 DeepSeek 声称啊 ，V3 模型训练耗时278.8万个 H800 GPU 小时。那么按照每 GPU 小时$2租赁成本来计算，训练成本总共只需要557.6美元。V3 呢里边的重要的点的话，我认为基本上都在efficiency， 就是说这种和这种 model 架构的 efficiency 上的提升。我觉得在 V3 里边的话有2个比较重要的工作嘛，就是一个是 MOE 的话，以前的话你会发现不同的expert 它的 load balance 做的不太好，所以当你把它分散到不同的这种 node 节点上的话，它的 load balance 会有问题，所以他们在这一点上做了一个这种 load balance 的优化。
同时呢，在第二点上是说，它在这种 multi-head attention 的这个 layer 的话，它要节省这个 KV cache， 所以它提出了一个我记得是 multi-head latent attention 这样的一个方法。其实一个核心的思想是减少它的这个 KV cache 的这个，其实也是在提高这个架构的 efficiency， 就是它的性能吧。然后这2点作为它的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然后使得它在一个600多 B 的一个这种 Megatron 级别的这种大模型上，然后它的基础模型的表现其实已经挺不错的了。那如果是对 AI 大模型没有基础的小伙伴们，是不是听不太懂啊？没关系哈，我们记住里面的2个关键词，分别是 MOE 和 MLA。那我们硅谷101小分队呢，试图来简单解释一下。那如果已经是 AI 业内人士或者是工程师啊，可以跳过这段。要理解 MOE 混合专家架构啊，咱们不妨来打一个比方。它就像是一家餐厅里有一群顶级厨师，每个厨师呢专攻一道菜。那一个聪明的服务员啊，他就会根据顾客的点单需求，将任务动态分配给最擅长那道菜的厨师。就比如说我啊，既想吃麻婆豆腐，又想吃提拉米苏，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位川菜师傅和一位甜点师傅分别来做这2道菜。而与此同时呢，其他的厨师就可以休息。反观传统的架构，我们更像是有一位全能型厨师，他什么菜都会做，什么菜都可以做，但这样一来，消耗的时间和精力也就越高。所以 MOE 这种设计大模型的方法，核心就是通过动态路由机制，将输入数据分配到不同的子网络或者说专家进行处理。每次应用的时候，只会激活部分的专家，这样就可以提高计算的效率，降低训练和推理的成本。最后，在6700亿参数中 ，DeepSeek V3 只需要激活370亿参数。值得一提的是，这并不是 DeepSeek 原创的方法。Mixture of experts, that's been around for maybe half a decade, maybe slightly longer than that. So like some of the earliest uses of that weren't even in LLMs. They were used in other models particularly in like ad serving or ads prediction by Google. The big change that I think we see here is one, the other labs haven't had to do it. So they've been able to consistently deliver these gains. They just haven't had that kind of resource limitations. And what the DeepSeek team had is, they did have pretty strict resource limitations. 不过，因为混合专家系统是在建立一个专家团队，那么专家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也至关重要。这就是 DeepSeek 团队在原有的技术基础上创新的点了。我们的采访嘉宾说 ，DeepSeek 让正确的人完成了正确的合作。And so to really be able to dial that in and achieve those kinds of outcomes, you need your software engineers, your hardware engineers that are looking at the network logs, seeing how much network communication, how much latency that's adding, and then very carefully to coordinate across everyone to do that. And I think that's the critical piece where in larger companies, when you have that many people working together, it can be just really hard to make that just, I guess, dance.Get well choreographed and turn into these kinds of outcomes. DeepSeek 另外一个架构上的创意叫做多头潜在注意力，英文是 Multi-Head Latent Attention， 简称 MLA， 这解决了内存限制问题。V3 又在此基础应用了多 token 预测，或者叫 MTP 技术，增加了注意力模块，以预测接下来的多个 token 而非单个 token， 这在训练过程中提高了模型的性能。好的，那么在说完了 V3 基础模型之后呢，其实真正让 DeepSeek 火起来的发布呢，是之后的2个推理模型 DeepSeek R10 和 DeepSeek R1， 因为呢，这是直接对打 OpenAI 的 O1 推理模型的。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这2个模型上的创新点在哪里。那由于推理的严密性啊，推理模型更擅长于解答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比如说写代码、做数学题等等。那在 R1 出现之前呢， OpenAI 的 O1 是市场上唯一一个推理模型。但 DeepSeek 出圈的另一个关键是在于 R1 呢，它不仅会思考，还详细的列出了思考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呢， DeepSeek 更大的创新点则是在 R1 的训练上，它使用了无需任何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在这里我们要先提到 R1 的前身 DeepSeek R10。DeepSeek 团队提到训练 R10 时，他们用了纯粹的强化学习方法，目标是探索大模型是否能够在没有任何监督数据的情况下发展出推理能力。
那什么是强化学习呢？简单来说，强化学习方法就是给机器大量的数据和一个奖励函数。我们熟悉的 AlphaGo 就是通过强化学习完成了从模仿人类到打败人类的超越。在这一阶段，它完全摒弃了人类的棋谱，反而是在不断的自我对弈中优化策略。然而，在目前大模型的训练中，还是以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 （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om Human Feedback） 或者叫 RLHF 为主。在这种训练中，虽然人类会告诉模型哪种选择是更优的，但也有众多弊端，包括人类反馈的不准确性和偏见、奖励模型的泛化能力差，以及策略优化的困难等等。那么 DeepSeek 做了什么呢？在 V3 这个基础模型之上， DeepSeek 使用了一个叫做 GRPO 的算法来提升模型的推理表现。GRPO 的全称是 Group Relative Policy Optimization， 群体相对策略优化。OpenAI's models are trained basically by dumping all the data to the model. So you have question and answer, and the model just takes everything in. Whereas DeepSeek's model is trained using a reinforcement learning technique called GRPO. So this is Group Relative Policy Optimization. And this means that instead of giving all the questions and answers to the model, you ask the model to optimize its behavior based on what it knows already and like to achieve better results. And this leads to, massively more efficient training as well as, massively cheaper training. OpenAI 在此之前提出了另一个强化学习算法 PPO， 或者叫近段策略优化。这种算法通过所谓的 critic 来衡量某个行动对于当前策略的优劣，提供了更稳定的优化效率。但是 GRPO 则去掉了 critic 的部分，直接优化策略本身，减少成本。但有意思的是GRPO 也不是新技术，甚至被业内人士称为比 PPO 更退化的算法。但是呢 DeepSeek 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将大规模强化学习做得更高效了。因为说句实话 GRPO 就是那个 DeepSeek 用来训练 RL 的那个模型的算法其实并没有什么高深，它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 PPO 的一个退化，并不是进化它只是用了GRPO 的方式去解决算力的问题和 computation efficiency 的问题，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用了一个比 PPO 还退化一点的 GRPO 的算法去解决大规模 RL 运算的这个问题。那再回到强化学习本身之前我们提到推理模型呢最擅长的是回答那些有标准答案的问题。那么在训练推理模型的过程当中，也有这样一大好处，就是我们可以直接去验证它的答案。DeepSeek 团队呢就给 R10 一系列数学、编程和逻辑问题，并设计了2个奖励函数。这一个呢是为了验证标准答案，另一个呢则是为了确保输出连贯、格式规范。DeepSeek 团队让模型提供多个答案，并用这2个奖励函数去为它打分。DeepSeek 团队发现，通过这样的训练，只要给模型提供正确的激励，那么 AI 就可以自动找到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思路。最后它展示了，就是特别是在 R10 纯粹用这样的知道答案以及知道可以验证的方式，就可以通过强化学习训练出很好的 reasoning 的能力然后它这次并没有说具体用了多少，但是因为它展示了用了多少步和用了多少数据，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算出来它大概会用多少钱。我觉得非常非常多的公司其实现在已经开始验证，而且这个问题的方式已经被一些用更小的模型在更简单的数据上做了一些验证，大家的确可以观察到就是这个方式的确是有效的，所以我觉得接下来会激发非常非常多的创新。但尝试的过程中也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人类无法理解那些完全利用强化学习进行训练的模型所输出的内容。DeepSeek 自己也提到 R10 的可读性很低，一个回答里甚至会出现多种语言，所以 DeepSeek 团队最终还是创建了新的监督微调数据集，重新训练 V3 基础模型，最终的结果就是今天的 R1。R1 的成功证明了利用无监督机器学习训练推理模型的可能性，以及通过少量算力达成模型性能提升的方法。从高校团队到初创公司，再到大厂玩家，都在这里看到了新的机遇。而对于将潜在颠覆 AI 大模型范式的 DeepSeek 来说，也在全球 AI 界呢是引发了一些争议，包括 DeepSeek 是不是用了 OpenAI 的数据来训练模型，或者呢真留了套壳了 OpenAI 的模型。 DeepSeek 号称的$500多万成本是真的吗？用到的到底是英伟达的什么卡，以及潜在的安全漏洞，都让 DeepSeek 在另外一面呢是面临着不小的质疑。那么对于这些问题呢，我们也与业内人士聊了聊。
首先呢，我们看到 DeepSeek 面临的一个指控是模型蒸馏。 And there's substantial evidence that what DeepSeek did here is they distilled the knowledge out of OpenAI's models. And I don't think OpenAI is very happy about this. 那 Fox 和金融时报等媒体报道 ，OpenAI 呢是找到了 DeepSeek 在训练模型的时候使用他们数据的证据，侵犯了 OpenAI 的知识产权。那这个过程在业内被叫做蒸馏。 Distillation basically means, basically DeepSeek going in and making a lot of queries to OpenAI's API, generating a lot of results, and then training on top of that results. So DeepSeek doesn't have to have access to OpenAI's models. This is called black box distillation. You don't really have to have access to a larger model to make the smaller model a lot better. So there are some accusations there, but in order to prove that DeepSeek has distilled from OpenAI, OpenAI has to provide evidence on API usage. Maybe there's some, suspicious actors making a lot of API requests to OpenAI. Maybe the model performance of DeepSeek's models are very similar to OpenAI's models, and maybe the output and code that DeepSeek generates are very similar to what OpenAI generates. So those can all be used as evidence to show that there might be a distillation happening with DeepSeek. 当我们和硅谷科技从业者们聊天的时候啊，大家会认为蒸馏啊其实是 AI 开发人员非常常用的一种做法。他们通过使用更大能力更强的模型的输出，在较小的模型上获得更好的性能，从而呢以更低的成本在特定任务上获得类似的结果。那么在业内，尤其是在学术界啊，研究人员经常使用蒸馏的技术，有时候呢整个训练数据集可能都是 GPT 输出的内容。 I'll be honest, I wouldn't be entirely surprised. I would be surprised if there's anyone doing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work that's not either indirectly or directly utilizing closed source models to generate training data for their problems and use cases. But I'd be interested to know how they believe that they actually have evidence of this. I think it would be a difficult thing to actually prove out. 那么 OpenAI 为什么会认为 DeepSeek 使用这种方法是侵犯了它的利益呢？那这就要提到 OpenAI 的服务协议了，其中规定呢，不得将 OpenAI 的模型产生的数据用于开发 OpenAI 的竞品。但是呢，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却是非常的模糊。 OpenAI's terms of service say that you cannot build a competitor with outputs from their models. Terms of service are different than a license, which are essentially a contract between organizations. So if you have a terms of service on OpenAI's account, if I violate it, OpenAI can cancel my account. This is very different than like a license that says how you could use a downstream artifact. So a lot of it hinges on a word that is very unclear in the AI space, which is what is a competitor. 对于竞争对手的定义不清楚 ，OpenAI 要证明 DeepSeek 蒸馏了模型，或者更严重的指控盗窃了它的数据啊，是非常困难的。因为 OpenAI 目前呢也面临着包括《纽约时报》等媒体在内的法律诉讼啊，是指控呢 OpenAI 未经许可是用了《纽约时报》的内容，是侵犯了后者的知识产权。The difficult part is that it's very, very hard to exactly prove that there is distillation. Like even with all of those things going on, it's very hard to say, okay, this is like concrete evidence showing that there is distillation going on without OpenAI coming out, revealing their own code and revealing their own model architecture as well as like their own model weights. OpenAI is in a catch-22 situation here. It wants to say there's distillation,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cannot do so while protecting its own models. I think it's actually pretty ironic because OpenAI has been caught in the past, training their models on copyrighted data, and now it's coming out and saying like, DeepSeek, you're taking my data, and I just think the whole thing is pretty ironic and hypocritical in a lot of ways. 那我觉得这里的争议呢，其实是在 AI 大模型业界呢，规范和法律呢，并没有及时的追上。什么是不合规，什么是不合法，什么是不合理，现在的边界呢都很模糊，定义呢都很含混。那么在硅谷啊，很多人把 OpenAI 和 DeepSeek 类比为专利和
这个仿制药的一个区别。不知道大家赞不赞同这个类比啊？但是我们知道专利药和仿制药之间的法律和规则呢，其实也是非常清晰的。专利药呢有着特定的专利保护期，那么在保护期失效之后呢，才会是仿制药的机会。那么这样呢是又保护了大药企对研发投入的利润保证，又在几年之后呢开放给仿制药公司制造成便宜的药品造福大众。但是目前 AI 产业各种规范还未建立，大小公司们都在野蛮生长，所以呢我们也期待看到呢进一步的法规和业界标准的完善和出台。那么另外一个对 DeepSeek 的争议就是成本了。硅谷对 DeepSeek 的成本讨论这么大，是因为 V3 模型训练只用了557.6万美元啊！注意，这并不是 DeepSeek 实际花的钱，而是呢用278.8万个 H800 GPU 小时，按每 GPU 小时2美元租赁成本计算，这样算过来的。但是呢，这个成本依然是无法想象的低啊！那么在硅谷这边流传很广的一篇来自 SemiAnalysis 的分析就认为说啊 ，DeepSeek 的预训练数字远不及模型实际花费的金额。光是在 DeepSeek 的硬件支出就远高于5亿美元。此外啊，在模型开发过程当中还需要花费大量资金来测试新想法、新架构和试错。那比如说我们在第一章提到的多头潜在注意力 MLA 这个关键的创新啊，就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去开发，耗费了整个团队的人力和 GPU 小时都得算进去。所以呢，有一些指责认为说啊，一些媒体过度放大了这个数据，或者说呢 DeepSeek 团队太用这个一次性训练的数据做噱头了，因为训练一次模型的费用呢，还不是烧钱的大头，此前的各种实验失败、开发人力这些成本加起来才有意义。一般来说 H100 的租金大概在2点几美金、2.5美金左右。如果你去就是 retail 租的话，但它如果是那么大一个集群的话，确实可以再便宜一点。所以 literally 你就租这个GPU 这个硬件去做这件事情，就是这个价格。但是呢，事前的试错成本是非常高的，大多数的成本都不在那一次训练上面，而是在前面大量的试错上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比本身嘛是有一定价值的，但是在训练这件事情上面去这样对比，其实价值不是很大。那我们也看到外界对幻方和 DeepSeek 到底用了什么 GPU 的卡，是 H100 还是 H800 还是 A100 啊，是众说纷纭啊，都有不同的猜测。比如说 SemiAnalysis 就说他们认为 DeepSeek 有5万张英伟达的 Hopper GPU， 包括1万个 H800 单元、1万个 H100 单元，以及呢额外购买的 H20 芯片。那么毫无疑问，这是引发了一些对美国政府进一步加强英伟达 GPU 出口管控的呼声啊。那么这些呢，目前只是外界的猜测，我们无法证实真实性。但是 Bill 的观点其实也非常有意思哈，他说DeepSeek 到底用了什么卡，这个成本到底是多少啊？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重点。那么重点是 DeepSeek 的技术创新呢，是真真实实的带来了推理端的价格大幅度下降。而 AI 界需要认识到这个范式的重要性，并且让这个范式全面降低 AI 的推理价格。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去研究一下它的推理成本。那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可能大家很少提到，就是DeepSeek 它那个模型的 sparsity， 就是它的稀疏度是非常高的。它在进行 inference 就推理的时候，它只有35还不是37个 billion 的参数是 activate， 也就是说它只有1/20的参数在训练的时候真正被activate 了。而大多数的大模型，它的真正在训练的就推理的时候所得到的那个真正 activate 的参数量是很大的，远高于它们。所以他们的训练的，即便训练很便宜，它不是一个 main selling point， 我认为。它在 inference 的时候的activation 的数量低，可能是个更大的 selling point， 因为它是个持续的消耗。当你一个模型 deploy 出去以后，你每一次 inference 都要去消耗，而 training 是个 one time cost， 当时你完成的时候就是完成了。那如果说 training 训练成本就像一次性买一个大件，你要花很多钱啊。那么 inferencing 推理成本啊，就像是subscription 订阅模式一样，你得不停的去花钱。所以呢 Bill 就认为说，从财务的角度来说 inferencing 成本可能远比训练成本更加重要，而对于开发者和应用端，这才是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事情。所以它如果可以做到30几个 billion activation 的话，那就意味着它整个 inference 所需要花的时长，以及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就会缩小很多。那虽然它的整个存储，就是 GPU 存储的量是不变的，就你要 load 这个 model 还是需要这么多的 GPU memory， 但是你每一次 inference 所花的时长就变短了。那你一个单位 GPU 所可以
算力的释放就会变大，所以它 inference cost 就会下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算力成本可能是对整个硅谷以及整个未来的 inference 方向以及应用层方向的公司最大 impact 的一个事儿。而随着 DeepSeek 的全球广泛下载和讨论热度，关于模型安全和相关的法律风险也是成为了一些开发者关心的问题。2025年1月底，网络安全公司 Wiz 是公开了一项研究结果，显示 DeepSeek 将一个关键的数据库暴露在了互联网上，泄露了系统日志、用户提示，甚至用户的 API 身份验证，总计超过100万条记录，任何人都可以访问。Wiz 的调查报告说这种访问级别意味着对 DeepSeek 自身以及其最终用户的安全构成了严重风险。黑客攻击者不仅可以检索敏感日志和实际的纯文本聊天信息，还可以使用查询直接从服务器窃取纯文本密码和本地文件以及专有信息。Wiz 说已经将这个安全漏洞报告给了 DeepSeek 团队，但是也是让一些人开始担心DeepSeek 这样的小团队或许还没有做好去服务全球量级用户的一个准备。虽然用户和开发者不一定会为这样的安全漏洞而放弃使用 DeepSeek， 但是可能会触发一些安全上的监管。 The adoption's been huge. And we aren't seeing concerns about security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ases make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user habits. It might have an impact on regulatory effects, because that's, I think, where we've seen security issues internationally crop up more from that perspective. DeepSeek 在1月27号宣布由于遭受大规模的恶意网络攻击，公司是一度暂时限制了中国大陆手机号以外的注册方式。所以如何应对这样的网络安全问题也将会是 DeepSeek 团队需要去吸取经验的议题。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 DeepSeek 对全球 AI 产业带来的影响，包括最领先的开闭源模型们。那说完了业界对 DeepSeek 创新上的认可，那么现在压力毫无疑问就给到了硅谷的这些曾经以为自己是领先者的大模型公司了，无论是闭源的还是开源公司 OpenAI、Anthropic、Meta、Mistral 等等等等。那我们先来说一下闭源公司们的反应It really is a slap in the face for both OpenAI and Anthropic, because what DeepSeek shows is that there are no moats in AI, and that Anthropic and OpenAI are going to have a very hard time justifying their valuations as well as their pricing. DeepSeek 对闭源模型直接的冲击就是价格，原因也很简单，如果有更便宜但是性能差不了太多的大模型，还是开源的，那么开发者和公司们会怎么选择呢？这是毫无疑问的。Jimmy, guess how much? Guess how much? 那根据 Sensor Tower 的数据，2025年1月26号 ，DeepSeek 登上美国免费应用榜单第1名，之后在全球范围内是持续的火爆，包括在印度等140个全球市场中的移动应用下载量排行榜上都位居榜首。数据显示，在日活用户上 ，DeepSeek 已经达到了 ChatGPT 的23%，而在每日下载量上已经超过了 ChatGPT。而这对 OpenAI 来说直接的打击就是技术领先带来的垄断溢价将面临缩水。When they're doing inference, their gross margins are north of 75%, right? So that's a 4 to 5x factor right there of the cost difference, is that OpenAI is just making crazy amounts of money because they're the only one with the capability. 我觉得肯定是它商业模式要不要有所调整。第一，要不要开源？第二，你的就是商业模式要如何调整，定价要如何调整？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GPT 的 Pro版本，它之前收费200块钱，是不是要降价？在 DeepSeek 火出圈之后 ，Sam Altman 在 X 上面反击说，我们显然会提供更好的模型。很快，在1月31号 ，OpenAI 发布推理模型 O3 Mini， 并且首次对免费用户提供推理模型。O3 Mini 的定价为$1.1每100万输入 token 和$4.4每100万输出 token。那么这比之前的 O1 Mini 要便宜63%。虽然比 DeepSeek 的定价
价，也就是$0.14每100万输入 token 和$0.5每100万输出 token， 依然要贵不少吧。但是呢，业界普遍认为啊 ，DeepSeek R1 的性能比 O1 呢是要稍差一些的，而 O3 作为 O1 的升级版，目前在性能上是要远优于 R1 的。所以 OpenAI 的溢价虽然被 DeepSeek 带来的压力呢打下来了一些，但是依然呢有挺高的利润率在。但随着竞争的继续，我们也非常的期待价格能够进一步的下降，那么这会非常的利好整个 AI 的创业生态、开发者社区还有应用公司们呢。这一块呢，我们一会儿来详细讲讲。同时呢，我们看到在2月3号 OpenAI 是发布了另外一个新模型 Deep Research， 号称能够像人类分析师一样对复杂的任务呢进行逐步的分解，并且能够在互联网上进行多轮的信息搜索与验证。OpenAI 呢还特地与 DeepSeek R1 进行了对比。Deep Research 在 Humanities Loss Exam 测试当中，在专家级问题上达到了 26.6% 的准确率，创下新高。那么相比之下 DeepSeek 的 R1 模型的准确率呢是在 9.4%。所以呢，基本上 OpenAI 这2轮发布呢颇有秀肌肉的意味啊，一边说我们可以降价，同时一边说我们模型还是更好的。但是呢，不得不说在 OpenAI 强硬反击的背后呢，我们能够稍微感受到 Sam Altman 与 OpenAI 所面临的压力啊。我们如果稍微站在 OpenAI 的角度来看看，虽然业界对 OpenAI 的闭源策略呢是各种的讽刺啊，称之为 Closed AI， 但是大家要承认的一点是呢，保持前沿科技的技术龙头地位是不容易的。基础研究和探索成本呢是需要非常多的资金，因为他们是探索者，需要去砸钱去探路，而后来的追赶者相当于是站在巨人肩膀上进行路线的优化，从而呢能省很多的钱。那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在硅谷呢，很多人把 OpenAI 和 DeepSeek 类比为专利药和仿制药的这个区别啊。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虽然仿制药用低廉的价格造福了全人类，但是专利药背后的多年的研发成本却是大药企去承担的。而回到 OpenAI 上面来，虽然呢推理侧的利润很高，但是呢在训练侧却是极其烧钱的。如果呢推理侧的利润无法去承担前面训练侧烧的钱，那么 OpenAI 的商业模式也就失败了。你可以想象是 Meta、Google 啊，他们的资源浪费其实是肯定是远高于 DeepSeek 的。因为他们会有大量的各种各样 politics 在内部，他们也不是只有100个人，他们有上几千个人在那边搞各种各样的不一样的花活，对吧？所以你很难去直接衡量说真正的 cost 多少。那抛开这一切不谈，人力成本可能远高于这一些算力成本。They're losing money, obviously, as a company because they spend so much on training, right? So the inference itself is a very high margin, but it doesn't recoup the cost of everything else they're doing. So yes, they need that money because the revenue and margins pay for continuing to build the next thing, right? So, alongside raising more money. 那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 OpenAI 在连续2场发布会之后呢，是立马开启了新一轮的融资。目前有消息爆出，新一轮融资当中 OpenAI 希望呢筹资400亿美元，将公司的估值是推到了3000亿美元的量级。而毫无疑问的是，在这个时间点去融资，即使 OpenAI 已经得到了软银孙正义投资数百亿美元的承诺，但是对于剩下的资金缺口 Sam Altman 也会面临投资人的各种质疑。我觉得有2个事情，一个就是确实是这种便宜的模型的出现，对吧？他们怎么能应对？第二的话呢，就是一个心态的，对吧？所有 finance 的这个现象都是跟那个 psychology 有关。就是说，如果大家觉得它融不到钱，那这轮融资它就是 self procrastination， 对吧？就是这种，就是它越大家觉得它融不到钱，就越融不到钱。这个融资就是这么个现象。DeepSeek 现象发生对它融资的话，是一个相对来讲是个负面的影响。长期来讲，本来也是一个挺难的事儿。What's interesting is that both OpenAI and Anthropic have basically stopped trading on the secondaries market. No one is buying OpenAI or Anthropic after DeepSeek has come out. These were the 2 hottest companies before DeepSeek. Every investor wanted to get their hands onto these companies, and now it's basically stopped trading. No one's buying, no one's selling. And, DeepSeek just really calls into question, do you need that much money? Even if I put that much money in you, how sustainable are your moats? Because one of the stories that Anthropic and OpenAI have been telling investors is that by pouring money into their model training, they're able to build a huge moat vis-a-vis all the other companies. And this is not as true as people expected.
而对于 Anthropic 来说 DeepSeek 带来的打击呢可能会更严重。我们在之前的视频当中就有提过说 Anthropic 在 To B 也就是对企业端和 To D 对开发者端的 API 上是非常有优势的，但是在 To C 消费者端是比 OpenAI 的 ChatGPT 呢要差非常多。那如此一来 DeepSeek 的 API 价格呢会直接对 Anthropic 带来打击，更何况目前 Anthropic 并没有推出任何的推理模型，也就是说它完全被 OpenAI 和 DeepSeek 所前后夹击。 I think for Anthropic specifically, DeepSeek is terrible. It's really bad for Anthropic because Anthropic just raised $3 billion at a $60 billion valuation earlier this month before DeepSeek. And it's definitely going to have to raise more money to continue training its models. 这可能也能解释为什么 Anthropic 的创始人 Dario Amodei 发布的长文当中，言辞呢是对 DeepSeek 相当的不客气甚至要求美国加强对算力的出口管制。那么这与 Sam Altman 以及 Meta 的杨乐宽等等一众科技领袖们的欢迎竞争和承认 DeepSeek 的技术创新的表态呢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我们看到在 X 上面也是受到了非常多评论区的冷嘲热讽但毫无疑问的是 DeepSeek 将对 Anthropic 旗下的 Claude 等模型的更新带来更大的压力，来保证闭源模型的领先性。这些闭源的模型它有可能是一直领先的，它要就是闭源如果还不如开源，那可能就没有意义，但它应该是有这个就是 management 上面的这个优势，它应该是超过开源。如果闭源还不如开源，那我也不知道就这公司在干什么，对吧？你还不如免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 DeepSeek 对于开源模型和社区的影响。那虽然很多人说 DeepSeek 代表着开源模型的一次大胜利但是在开源模型自己的这个竞争格局当中，它也是给行业领头羊们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比如说 Meta， 根据 The Information 的报道DeepSeek R1 发布之后 Meta 就立刻进入了紧急状态，成立了4个 War Rooms 作战室。那这是因为 Meta 马上要发布 Llama 4开源模型了。如果 Llama 4落后于 DeepSeek， 那么这对于公司作为开源模型的引领者的地位呢将会受到非常大的威胁。那对于 Meta 来说，最开始选择以开源的路线来加入大模型战局，而不是像谷歌 OpenAI 和 Anthropic 选择闭源模型，是因为呢想参照当年谷歌开源安卓系统的模式，那并不从系统本身赚钱，而是等这个生态发展起来之后呢，从广告和 Google Play 等等应用上去赚钱。那如今对于 Meta 也是一样的，他们不指望开源的大模型 Llama 去赚钱，但是希望 Llama 是最领先的开源大模型，之后从生态和应用上去赚钱。所以呢，其实比不上最强闭源模型的能力，但是至少 Meta 不能在开源模型能力上掉队。那么这也是为什么 Meta 目前必须进入 War Rooms 状态的原因。那 The Information 的报道也指出说此前 Llama 在跟 OpenAI 等闭源模型竞争的时候，已经有价格上的劣势了。比如说，虽然 Meta 的模型是免费的，但是实际上运行起来会比 OpenAI 的模型更加昂贵。部分原因是 OpenAI 呢可以通过批量处理客户的数百万个 queries 查询来降低价格，但是 Llama 的使用者呢却没有办法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降价。而如今呢 DeepSeek 的价格更低，那么将给 Meta 带来进一步的价格压力。但是呢，好消息是Meta 还没发 Llama 4，我想这其实呢也是开源的美妙之处它不但带来了竞争，但是也带来了互相学习、反馈和进步的机会。而业内人士就对我们表示这次 DeepSeek 引起非常强烈反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它开源的比 Meta 要更加彻底、更加透明。我觉得从2个方向的对比，就是 Meta 开源的时候，其实它开源的东西普遍是落后于业界的。就是比如说 Meta 它采取了一个 dense model， 然后 Meta 开源的时候，它的训练效率其实也比较，至少根据它的数据来说，它训练的效率也比较低，然后它的表现与当时最好的模型其实也有些差距。就是 Meta 开源当中的各种限制，我个人觉得那些更像是大公司病，就是在一个巨大的公司当中，大家各个部门扯皮，然后最后得出来的一个比较平衡的点。DeepSeek 这次因为首先它开源的是一个业界领先的模型，同时它的 technical report 的详细程度远远超过比如像 OpenAI 或者 Anthropic technical report 的详细程度，所以业界其实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就是没有提出太多其他的问题。当然它有些第一，它的代码本身没有开源，然后它的训练数据集没有开源，但是因为已经是一个
就是领先的模型，然后同时 technical report 的细节比之前其他领先模型的 technical report 的细节多非常非常多，所以我觉得业界开源的人对于 DeepSeek 的开源都非常满意。所以接下来 Meta 原本在第一季度将会发布的 Llama 4表现如何，我们也拭目以待了。但在硅谷我觉得非常多的 AI 从业人士和科技领袖都同意 DeepSeek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震撼呢，代表了开源的胜利。但是同时也有很多人强调，对于开源模型要保持领先，特别是针对闭源模型要持续的保持不掉队，要保持创新，不断推出能与最好闭源模型比肩的产品，还是非常难的。不光是在资源上，还有是在人才上，在商业变现上，都会有非常大的挑战和压力。那么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法国 AI 开源模型公司 Mixtral 一度呢以70亿参数的小模型轰动业界啊。那这次 DeepSeek 的技术创新中的 MOE 混合专家模型也是由 Mixtral 当时大力推行的，但是很可惜近1年时间 Mixtral 在技术上也慢慢掉队了，而公司也面临着商业化的难题，甚至呢要传出需要被收购的声音。 I tend to be a little bit cynical about open source companies because there has to be a way that they monetize their models, whether this is through hosting, whether this is through like advanced features, whether this is through access to their latest model. They'll have to monetize it one way or the other. And I think a good example is Mistral, right? The European AI giant, the best AI company in Europe. They initially came out and said we were purely open source. And now if you look at Mistral, like most of their best models are not open source anymore. And they're not even like, publishing a lot of details about their research. So I think this is a general direction that open source companies have to go in order to stay profitable. And I think, unfortunately, this is probably going to happen to DeepSeek as well as they try to maintain profitability. DeepSeek doesn't have any capacity to actually serve the model. They stopped signups. The ability to use it is like non-existent now, right? For most people, because so many people are trying to use it, they just don't have the GPUs to serve it. Right? Even if you believe our research, which is 50,000 GPUs, and a portion of those are for research, portion of those are for the hedge fund, right? They still have nowhere close to the GPU volumes and capacity to serve the model, right? At scale. So it is cheaper. A part of that is OpenAI making a ton of money. Is DeepSeek making money on their API? Unknown. I don't actually think so. 那对于 DeepSeek 来说呢，也许商业化并不是他们的首要任务，因为呢，他们还有换方这样的母公司的资金作为撑腰嘛。那之后呢，也许也会走融资的模式。他们之前呢也尝试过去融资，只是非常不顺利。那这个故事呢，我们在之后这个视频的最后讲换方的 DeepSeek 成长史的部分会提到，非常的讽刺。但是现在呢，应该会有不少投资人和投资方主动去联系他们了。所以呢，在资金和人才也许都不是问题的情况下， DeepSeek 能否在开源路径中保持领先，从开源社区中得到技术的反馈和反哺，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创新呢？这是接下来的关键。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 DeepSeek 对一个大家都非常关心的市场的冲击 AI 算力。DeepSeek 对英伟达的市场情绪冲击在1月27号是最明显不过的了，但是之后跌幅呢已经止住，并且在过去的几天股价呢开始缓慢的回升。其实呢，我们也听到市面上有2种声音。那么第一种声音是 DeepSeek 带来了模型训练和推理的新范式，以后呢我们就不需要这么大量去砸钱买英伟达最前沿的 GPU 芯片了，所以算力市场的故事呢已经崩塌了。而第二种声音是说 DeepSeek 能够让整个生态的算力成本都得到进一步的降低，所以呢会有更多的玩家入局，会有更多的应用生态崛起，那么这就意味着更多的算力需求。 GPU 算力市场其实反而更大了，反倒是利好英伟达的。目前华尔街和硅谷的1、2季投资市场其实是对第二种逻辑达成了共识，这也是为什么英伟达股价只跌在了这个价位。那截至我们写稿的时候呢，是处于2024年10月份的股价水平，依然处在近年来的高点啊。它其实短期只是说这个模型具体的训练成本会降低，但是因为模型训练成本降低了，
并且它是开源的，它会释放更多的整个生态的对这个模型的使用应用，包括新的开源社区，这些 developer 也会去复现这个模型。所以整体上来讲，我觉得一个降低的算力成本反而会刺激，不管是下一代模型的训练，还是开源模型的训练啊，还是它的整个应用场景，它都会迎来一个大爆发。那么问题又来了哈，在27号英伟达股价大跌之后，如果真的按这个逻辑来说，是因为二级市场情绪过激反应了，其实呢，这个 DeepSeek 会推高整体算力的需求量，所以呢，这是利好英伟达股价。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在过去一周看到大幅度的英伟达股价的反弹呢？这是因为在第二种逻辑之下呢，还有一些尚未验证、没有达成共识的部分，而这部分也恰恰是由 DeepSeek 的模型创新所造成的。那么这就是 DeepSeek 能击垮英伟达最强的护城河 CUDA 吗？就是英伟达它其实是有2个最大的壁垒，一个是它 InfiniBand， 就是它那个芯片互联，然后另一个是这个 CUDA。就它那整个一套这个调用这个 GPU 的这个系统，就是它跟 AMD 啊这些其他芯片公司其实已经不是在一个层面在竞争的，因为其他的人都是在就在争，就是我单张卡我的性能怎么样，但是英伟达其实争的是我互联的这个技术怎么样，然后我的这个软件调用、软件这个 ecosystem 的这个维持是怎么样的，所以英伟达真正是这2个壁垒。那我们看到最近很多媒体和文章以 DeepSeek 已经绕过 CUDA 为标题，再度是引发了市场对英伟达 GPU 需求的恐慌和对英伟达护城河是否坚固的质疑啊。那么对此呢，我们也几乎把这个问题抛给了所有我们采访的技术派的嘉宾们，大家的看法其实呢也出奇的一致啊，这类新闻标题是不准确的。DeepSeek 并没有绕过 CUDA， 只不过呢，英伟达的护城河确实因为 DeepSeek 松了那么一丢丢。那我们接下来详细的展开讨论一下。那我们看到这类新闻的论证是啊 ，DeepSeek 的创新可以第一，直接在英伟达 GPU 的低级编绘语言 PTX 上进行优化。第二呢，它可以同时通过对 FP8 计算和存储的支持，让 DeepSeek 团队实现加速训练和减少 GPU 内存的使用。所以呢，结论是这意味着业界之后可以绕过CUDA生态，用其他 GPU 也能够实现高效训练的目的，那么英伟达的护城河不存在了。那我们的嘉宾呢，也就这2个说法进行了一些纠正和补充哈，主要观点有3个。那么第一呢是DeepSeek 没有绕过 CUDA 就是没有完全绕过 CUDA 的这个 ecosystem， 就是说它可以直接去调用 CUDA 底下的就是就不是刚刚你说那个很高层那个 API， 它可以直接去调用 PTX， 就是在这个 instruction set 上头一层的这个 instruction set， 然后它在这一层直接做一些优化。但是这个也是挺大的一个工程，它并不是说就是任何一个小公司都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那简单来说呢，英伟达的护城河是 CUDA 的生态，而不是单 CUDA 本身。而 PTX 是 CUDA 生态中的一环，是用于连接 CUDA 高级语言代码和 GPU 底层硬件的指令，但是依然是英伟达 GPU 架构中的技术。所以呢 DeepSeek 绕过 CUDA 这个表述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准确的。那么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啊，很多人在讨论说 DeepSeek 可以基于 PTX 进行优化英伟达 GPU， 那这是不是也说明 DeepSeek 可以优化其他的 GPU 和芯片呢？那这一点当然是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 AMD 呢是迅速的宣布将新的这个 DeepSeek V3 模型集成到自己的 300X GPU 上。但是呢，技术从业者就告诉我们啊 ，DeepSeek 团队可以基于 PTX 进行优化，但是这不意味着其他团队也有这样的能力和动力，因为编写 PTX 代码的做法呢非常的复杂，并且难以维护，对技术人员的要求呢非常的高，也很难移植到不同型号的 GPU 上。所以呢，第二个观点是，目前来看，业界没有动力去大规模改变算力使用的范式。那一旦CUDA不存在，有一个标准化的开源的生态出来，那可能就出现了一个不同的生态，说 AMD 的 GPU 跟英伟达 GPU 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那这个就对英伟达比较危险。但是呢，我觉得短期内要challenge它还是很难，因为你很难想象说把现在那么多 data center 全都 migrate away from CUDA， 对吧？没有人会干这种事情。DeepSeek 它自己可能有一套 infra 做了这么一件事情，但是我不觉得说AWS 啊 Azure 啊 Google Cloud 他们说 today we're gonna move everything away from NVIDIA, we're not gonna support CUDA anymore. PyTorch developers, you guys go and implement another way. 这个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对于 developer 来说，过于
过于的不 friendly。我觉得短期来说对 AMD 是一个利好，因为 AMD 我记着它最近已经宣布它把 DeepSeek 给弄过去了。但是长期来看，我觉得也不好说吧。长期来看，我觉得可能还是英伟达，因为这毕竟只是 DeepSeek 这一个模型。它这件事情就是 CUDA 的这个厉害的地方在于，它是一个通用的这种 GPU 调用的一个软件系统，就是你什么软件过来都可以用 CUDA。但是就是 DeepSeek 这种做法是它只支持 DeepSeek， 所以你后头有别的模型，你还要再重新适配一次。那我们就是在赌，就是以后是不是 DeepSeek 就真的是这个 gold standard 了。就是 DeepSeek 就真的是这个 OpenAI 的所有的这个初创都在 DeepSeek 上建。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对 AMD 挺好的，因为它已经移植过去了 DeepSeek。但如果后面不是 DeepSeek， 就比如说 DeepSeek 其实它的这个伟大也是在于它对这个 reinforcement learning GRPO 这些方法的一些改进。那后面的更多模型如果都是用这种方法，你有可能就是来日方长，不一定是 DeepSeek。它如果再是别的模型的话，那别的模型它又要重新适配。那重新适配那就还是挺麻烦的，还不如用CUDA。那上面我们还说到哈，这个 DeepSeek 通过对 FP8 计算和存储的支持，实现了加速训练和减少 GPU 内存使用。那么这是又让很多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说，你这样说起来，是不是很多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就不一定要去买英伟达最好的芯片了？那很多像 Grok 等更便宜的 ASIC 的专项芯片还有谷歌 TPU、亚马逊自己的自研芯片，是不是就可以有更高效的训练和推理的用途？这会不会也能够冲破英伟达的垄断地位呢？那么这一点确实是现在市场上大家热议的重点我们也看到最近谷歌的财报之后呢，因为公司预计2025年资本支出将增加到750亿美元，远高于市场此前预期的580亿美元。那么其中很大一部分预计呢是在自研芯片 TPU 上，而博通 Broadcom 股价大涨也是因为它是谷歌 TPU 的设计方。而类似的 Meta 等科技巨头呢，也都定制了计划去加大对 ASIC 芯片的投入，减少对英伟达的依赖，特别是今后的推理侧。所以呢，这个问题可能比前面我们讨论 PTX 是否绕过了CUDA更为关键。那目前呢，我们采访的嘉宾认为也是我们这里要说到的第三个观点，就是这会冲击英伟达的溢价，但是不会击垮英伟达的壁垒和护城河。DeepSeek 它肯定是减少了对CUDA 的一个深度绑定，因为它就是用了这个 FP8 的这个策略。那这个肯定是给 AMD 还有 Google TPU 还有甚至国内的华为的公司带来了一个很大的机会。老黄是一个非常具有战略前瞻性的人，他一定会在CUDA的生态系统里面也会去优化它其他的对于推理层面的这个不管是性能也好还是价格也好，这个会对英伟达的 gross margin 带来很大的冲击，因为现在英伟达 gross margin 将近90%以上，所以它会迫使英伟达降价。那么一旦英伟达降价以后，那么英伟达本身就是它这个 CUDA 的系统，还有包括它一系列的生态的支持，我觉得还是比其他芯片公司好的。所以如果英伟达降价了，它可能英伟达也会从某种程度上把市场占有率再拿回来一些。我没觉得它动摇了这两个壁垒，我觉得这两个壁垒还是非常坚挺的壁垒，只是它对这个溢价有一些冲击，就是你有可能收不了那么高的价格了但是也并不代表就是其他的竞品能突然就进来。就比如有个墙，现在有一个人，大家以前都觉得翻不过这个墙，现在这个人跳过去了，然后他说，你看我可以跳过去，你们也有可能跳过来，但是这个墙没有变低，不是说就是他跳过去了，别人现在也都能跳过去。OK， 这就是这件事情的，就是它为什么冲击了溢价，但是没有打倒壁垒，就这个墙没有变低。来，所以我们这边总结一下 ，DeepSeek 没有绕过CUDA，对目前大规模弃用英伟达芯片的恐慌也不会发生，但是确实新范式给英伟达的壁垒是凿了一道口子。然而呢，英伟达 GPU 和 OpenAI 一样，那之前呢因为技术护城河，所以呢利润率和溢价都很高。那么接下来要保住自己的市场蛋糕份额，势必会降价。那么这对业界来说当然都是好消息，但是接下来这个市场份额能否保住，华尔街和硅谷呢也都在观望。那么既然说到算力成本降低会利好应用侧，那么接下来我们和硅谷101的特别研究员 Sophie 一起来看看哪些应用层和创业生态会被 DeepSeek 所带来的新范式和创新所影响。在我们和业界嘉宾讨论的时候呢，很多人认为在 DeepSeek 取得的几项突破里面，对应用层面短期影响最大的肯定是模型推理成本跳水这件事儿。同时呢 R1 在逻辑推理方面展现出的巨大潜力，让业界的小伙伴们看到了未来几年里面软件行业可能会遭遇的颠覆性变革。DeepSeek 呢，作为大家口中的 AI 界拼多多
发布了以后，真的是引爆了一场业内的价格战。其实早在 DeepSeek V2 公布以后，包括字节在内的大厂就真的是不惜赔本做买卖，把 API 的价格是打到了业界估计的成本线以下，真的是要舍命陪君子。但是对于使用模型的 AI 应用开发者来讲啊，这样的价格战真的是解锁了全新的可能性。对于其中一些开发者来说呢 ，DeepSeek 可能是属于锦上添花啊。其实对于在 GPT 以后 DeepSeek 之前商业化的那一部分的 To B 的 AI 应用来讲啊，这一波降价引发的呢，可以说是利润的量变，而不是质变。如果说被替代的是白领工时，就像咱们说的律师也好，医生也好，或者是码农、金融分析师，像这样的人工，基本上呢，再贵的 AI 总归也是贵不过人的。所以呢，这些赛道的应用者其实就像 F1 赛车手一样，不惜代价追求模型的极致表现就是了。这种情况下呢，降价直接影响的是同样的生意，利润率加倍的上去了。同时呢 ，DeepSeek 对另外一些场景呢，就可以用雪中送炭来形容吧。那些场景呢，之前是需要烧钱补贴的，否则呢就很难推广。现今却因为 API 的降价变得有利可图了，现在呢也就可以迅速的普及上规模了。比如说吧，我们有下面2个例子。第一个呢是陪伴型的 AI。其实对于聊天机器人类的创业公司来说，用户的热爱说来还真贵。就比如说行业龙头 Character AI， 那之前呢2024年5月份 What's the Big Data 发布的一份报告里面就引用了，用户在 Character AI 平台上呢，单次使用的平均时长差不多是整整2个小时。这个数据呢是 ChatGPT 的17倍。那么伴随而来的呢，就是大幅攀升的这个模型使用成本啊。所以很多这一类的公司为了吸引用户呢，是真的是选择忍痛免费，而且不得不依靠一些手段，比如说限制使用时长这样的方式呢来控制开销，同时还是需要狠狠的往里砸钱。而现在呢 DeepSeek 就是彻底改变了这一类的陪聊 AI 产品的成本结构。那这个对于这个商业模式来讲的变革是巨大的，就是可能以前做不了的事情，现在它就是一个好生意了。那么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 AI agent 或者说所谓的 AI 代理，这个呢就是另外一个臭名昭著的算力黑洞了。那么因为完成一个任务需要 agent 多部模型调用，以及它反复的去进行自我修正和验证，甚至有的时候呢，一个代理不够，需要多个代理一起上，互相配合。这样一来呢，对 API 调用的需求就真的是呈指数级的上升，从而现在在成本和响应速度上，由于 DeepSeek 带来的进步呢，也就特别的显著。最后啊，我们来谈一谈这一轮大降价引发了哪些从0到1，也就是说崭新的业态的可能。那么业内人士普遍觉得啊，由于 DeepSeek 让的这个在端部署 AI 小模型的能力有了一个突飞猛进，我们可能会迎来设备端 AI 的应用，尤其是 2C 方面的应用，一个百花齐放这样的状态。因为它费用非常低，再加上呢，它可运行的设备基本上是 universal， 所以这样的话呢，在 2C 的这个领域啊，它可能会有一个大的一个爆发。什么儿童助玩机器人啊，什么那种就是硬件的一些这种帮你什么记会议笔记的呀，什么这些东西，如果它能在端上的话，那这个成本就非常非常低了。具体来讲呢，Larry 作为投资人尤其看好的是设备端 AI 2C 应用当中的娱乐类或者虚拟人助手类这2种应用。一个就是这个 entertainment 的，特别是再一个就是人与人之间交互的，可以生成那个2个 avatar， 不管是给客服打电话啊，还是朋友之间的交流，可能会有一个新的模式。而说到这个端部 AI 呢，它的一大特征就是使用推理成本对于应用开发者来讲，它的边际成本几乎是0。为什么呢？因为你想，这个端应用啊，它使用的计算资源全部是来自于用户所用的设备，而不是云服务器。那么这一点意味着什么呢？它很有可能会颠覆在这个 SaaS 时代的这样一个经典的商业逻辑啊，那就是硬件加 SaaS 订阅这个捆绑逻辑。这个经典逻辑是怎么回事呢？简单的举个比方，就叫电动牙刷柄赔钱，牙刷头赚钱。那换句话讲呢，也就是硬件以接近成本，甚至是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同时绑定独家的这个软件订阅服务啊，最终呢，从高利润率的软件订阅上赚回硬件的补贴，而且呢，实现持续而且稳定的这样一个现金流的收益。然而现在呢，当这个端部 AI 服务的边际成本接近于0的时候呢，
竞争就会使得订阅服务很难实质性的收费，因为永远有对手比你更卷，比你更便宜，可能确实你的 margin 会降低，因为别人会来卷你。这样一来啊，所有沿用这个牙刷头补贴牙刷饼思路的 SaaS 公司，在现在这个被 DeepSeek 拉开序幕的这样一个咱们可以说端 AI 的时代啊，可能真的要好好想一想了。另一方面呢，端部 AI 的跨越也让有的小伙伴问了，现在是不是意味着物联网的春天总算来了呢？这一点啊，业界目前还比较难下结论。原因是这样的，物理世界的规则限制了硬件发展的速度，不会像数据增长和纯数据应用发展这么快。我们对于硬件的发展呢，它相对来讲它是个比较线性的增长，而数据方面的增长跟数据应用和处理方面的增长，它总是个指数型的增长，所以这是我们觉得是不可比的。对于物联网的布局啊，其实之前孙正义也曾经下手太早栽过了一回，所以说啊，现在上牌桌玩这个 AI 加互联网的这样的游戏是不是好的时点，现在呢还不太好说。而在我们和投资人聊天的这个过程中，他们认为呢，在 DeepSeek 之后，因为我们看到了前沿大模型的效果正在趋同，那么现在再进入一个所谓效率竞争的阶段，这样一来，对于单纯追求面面俱到，或者说没有一个针对性行业或者使用场景的这个所谓的横向或者是主赛道的 AI 创业公司来说，资本市场呢恐怕就会重新评估他们的前景，还有他们的估值。这当中呢，其实是有很多著名的研究员或者说技术大神创立的，曾经呢被风投圈是高价追捧共的明星公司。有投资人认为啊，越是融资多的名人创业，其实相对来讲越容易陷入高开低走或者说杀鸡用牛刀的这样一种相对比较尴尬的处境。前一段时间在主赛道上融资的一些初创企业会有很大的问题，我觉得从投资人角度来讲 I would be concerned 啊，就是他融这么多钱，然后呢他所做的事儿实际上别人也可以做，可能以1/10的价钱啊，这个从工程师上讲也用不着这么优秀的顶级的工程师。所以说呢，在 DeepSeek 所标志的这样一个 AI 被 commoditized 或者说被商品化的这样一个时代，成为一个平台以及搭建生态系统，可能才是横向 AI 企业的一条出路哈。与这个相对照的呢，就是专注于一个细分领域或者说特定使用场景的这样一种纵向的 AI 企业呢，业内则觉得是更容易建立这个差异化竞争优势。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他们用 AI 提供的这个解决方案一定要相对于之前的方案有质的飞跃。任何一个人如果找我们来投资，我说你这事是不是比以前要好10倍100倍啊？这个不管你再狭窄的一个事情都有意思。 DeepSeek 的这个效率和逻辑推理方面的突破，让更多的 Larry 提到这样10倍100倍的进步呢成为可能了。与此同时，细分领域累积的新数据也好，及随之而来的新智能才是真正的护城河。总而言之呢，我们聊过的投资人和开发者大概呢都在逐渐形成这样的一个共识，那就是这个深耕细分领域的 AI 模型和相应的应用其实会超越最厉害的通用大模型。换句话说呢，也就是专才胜过通才，纵强过横。经历这一趟变革以后呢， AI 行业也在整体再回到理性化的轨道上。我们看到的是少了之前玩命融资、囤卡还有挖人的狂热，那么多了呢和具体的需求紧密结合，以及脚踏实地的渐进式的这样一种创新。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发烧的领域正在逐渐恢复健康，可能不会有出现像过往那样如此 crazy 的valuation， 但这些公司可能是未来会像早期互联网融资未来慢慢发展的一样，会慢慢形成一个更良性的一个公司发展格局。而不是说我先扔5个别脸，看能不能出雪花再说，这种情况很难再发生了。但是要注意啊，我们并不是说 AI 的下半场就没有那么激动人心了，恰恰相反，对于 AI 创业者来说呢，下场的黄金时机很可能才刚刚开始，要干大事儿，现在正是好时候。好事在后面，就跟互联网时代一样，对吧？后来慢慢起来的企业，像 Google 啊，像 Amazon 啊，这只是刚刚开始啊。这个你要是说 AI 这个大浪的话，现在今天就是0。总而言之呢 ，DeepSeek 就像一条大家所说的鲶鱼，是把这个大模型行业的鱼塘搅乱了。一方面呢，这个开发者们真的是获益匪浅，但同时呢，这个大模型的竞争格局现在却还是柳暗花明，很难讲。AI 应用呢，
对于基座模型的选择其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是简单的由成本和效能来定的。这当中呢，切换成本、云厂商搭载模型的选择，甚至说 AI 应用这个脚踏几条船啊，或者说根据具体的任务动态的来选择合适的模型，这样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策略，都让这个行业很难说轻易的分出谁是赢家。最后啊，DeepSeek R1在逻辑推理方面的这些过人之处，让不少人就预测了，下一代 R2 推出的时候，很可能就会实现 AI 编程能力的突飞猛进。那么这一点呢，无论对于软件开发的工作流也好，关键的决策和方案选择也好，还是说具体到这个工程师个人的职业生涯，甚至说在写代码圈以外，人们普遍的生活方式，很可能都会带来深远的改变。而这一切的改变呢，很可能都会比大家原本预料的来得更快。就像在我们采访当中嘉宾杨成提到的，预测5年以外可能都太远了。那感谢 Sophie 带来 DeepSeek 对应用端和创业者生态的采访和分析。Sophie 呢也有自己的 Substack 和播客频道，那因为咱们视频篇幅有限， DeepSeek 对应用侧的更多影响，它接下来呢也会通过文章更细致的和大家去分享，欢迎大家去我们的 Show Notes 当中去找到它的频道信息，也欢迎大家去订阅它。那么在这个视频的最后呢，我们再试图来挖掘一下孵化出 DeepSeek 的幻方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呢？低调的创始人梁文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他们的内部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那对于硅谷来说啊 ，DeepSeek 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它此前的曝光太少，团队呢也非常低调，会有一种少林寺扫地僧突然打进世界擂台的感觉啊。那虽然 DeepSeek 看起来是横空出世啊，但是它背后的团队其实脱胎于幻方量化。这家公司在 AI 方面啊有着接近8年的积淀啊，中国量化界对这家公司肯定不陌生。梁文峰是幻方量化和 DeepSeek 这2家公司的创始人。他出生在1985年，从小就展示出数学天赋。02年的时候，14岁的梁文峰成功考入到了浙江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07年的时候，他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专注于机器视觉的研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A 股呢也迎来了一波牛市崩盘。在当时还在读硕士的梁文峰是看到了量化交易的机会，他开始尝试用系统化、程序化的方式来研究市场进行交易。虽然当时在中国还很少有人知道量化交易是什么。毕业之后，梁文峰也没有像周围人一样去互联网公司做程序员，而是他躲在了成都的一个廉价出租屋里面，不停地去编写 AI 算法来选股，用在不同的市场场景中去尝试。这个过程可想肯定会很艰辛，也会经常遭遇挫败。然后到了2015年，梁文峰的探索已经趋于成熟，他终于建立了自己的交易体系，于是就成立了幻方量化这个品牌。2015年对中国量化私募行业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4月中证500指数期货上市，使得量化基金拥有了更强大的工具和更丰富的对冲手段。接下来2015年的 A 股市场的巨大波动也给中国量化基金一次绝佳的试水机会。在这一年，梁文峰应该30岁，他跟他的大学好友许静，市场上关于许静也有很多神奇的传闻，然后他们俩一起共同创办了幻方量化。在2015年，炒股的朋友都知道15年 A 股经历了什么。其实在整个大的市场股灾的情况下，幻方反而取得了超额回报，甚至在那一年的年底，他就一口气成立了10只对外募资的产品。之后的几年，整个中国量化基金的行业迎来了一个超级爆发期，而幻方作为其中的佼佼者，它的管理规模也就从2016年的10亿元人民币飙升到了19年的100亿，然后又在短短的2年里面直接突破了1000亿。不过在幻方的成长过程当中有别于其他量化基金最大的不同，就是梁文峰对 AI 的执念。那虽然他身处金融行业，但是梁文峰一直专注于模型算法的革新，甚至呢有业内人士就评价到说，幻方更像是一家做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的公司，但副业是用量化交易挣了钱。那2016年是幻方的一个关键之年，在这一年，幻方推出了第一个 AI 模型，并且首次使用 GPU 来生成交易仓位，并且上线执行。2016年，在 AlphaGo 击败李世石后不久，我们上线了第一个深度学习的模型。从那以后，我们一直在深度学习方面进行持续投入，我们几乎涉及了深度学习的所有领域，来提升预测能力。2016年之后，梁文峰就带领团队一直在 AI 算法和软硬件方面加大投入。到了2017年的年底，
换方几乎所有的量化策略都已经采用了 AI 模型。然后到了2018年，梁文峰明确了公司以 AI 为核心的发展方向，并且把整个产品线还有资金管理这些全部嫁接到了以 AI 为核心策略的开发体系上，并且开始大规模的招贤纳士，吸引了很多年轻的 AI 专家型人才。然而呢，随着换方在 AI 训练方面急剧增长的需求，一个挑战来了。算力。为了解决算力瓶颈，2019年换方投资了2亿元，自主研发了深度学习训练平台萤火1号。这个平台呢是搭载了1100块 GPU 显卡。2021年换方又构建了萤火2号，算力提升了18倍。之后换方成了中国5家拥有上万张 A100 GPU 的公司之一。在2022年11月底 ，OpenAI 发布 ChatGPT 是掀起新一轮人工智能浪潮之际，换方宣布下场做 AI 大模型，并且在2023年5月将技术部门中做大模型的团队独立出来，也就是如今的 DeepSeek。所以DeepSeek 并不是一家新公司，而是一家有经验、有资金、有技术、有算力、深耕了 AI 技术数年的团队。但是就是这么一支团队，一度在中国融资失败。那根据我们听到的消息，DeepSeek 在2024年5月有过一次短暂的外部投资的窗口，也是目前唯一的一次。当时梁文峰想尝试融资，那么看看外界的兴趣。那去年5月的时候 ，DeepSeek V2 的这个效果已经是非常好了，但是在短暂的接触过几家 VC 之后梁文峰就放弃了对外融资的想法。从当时的一级市场大环境来说，了解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由于多年缺乏上市退出，VC 们其实都苦于自身的业绩难题，深深陷入 DPI 焦虑。很多基金其实不再敢于投资前沿科技的高风险项目，特别是像基础大模型这种，它的投入很大，成本非常高，竞争格局又时刻在变化，搞不好前浪就被后浪拍死在沙滩上，所以风险其实是很大的。在这个时间点还愿意投资基础大模型的 VC 寥寥无几。有一位美元基金的朋友跟我们说，当时的美元 VC 们都在竞逐有着明星创始人背景的月之暗面，以及更加务实在商业化层面崭露头角的 Minimax。这2家在市场上其实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共识，有点 club deal 的感觉。而对于 DeepSeek 这种量化出身、有点跨界意味的团队，然后创始人的时间分配也不是很明确，一时间很多基金都摸不清楚情况。相比于投资已经形成共识的月之暗面或者 Minimax， 显然后者是更容易做出的决策。而对于人民币 VC 来说，由于资金期限和风险偏好的问题，本身就不大可能投资于基础大模型。就算有这方面的投资可能性，像智谱这样的政府背景深厚的公司，也更容易通过投决会。那确实你想一个量化基金背景的团队来做 AI 大模型，还是开源模型，那还不是 Bloomberg 做的那种金融垂直类的 Bloomberg GPT。虽然那个产品Bloomberg 最后也没做出来吧，但是DeepSeek 的路线确实在短期内很难看到它的商业模式，而且大家知道中国 VC 们更喜欢能够更快赚钱的闭源模式和更加快落地的商业模式和应用，所以当时的梁文峰是不受国内的风险投资人待见的，所以当时他在融资不利的情况下也出来接受了2次的采访。那现在看来也是非常珍贵的，是我们能从外界一窥梁文峰和 DeepSeek 团队的很好的公开资料。梁文峰是一位剑走偏锋的技术理想主义者。当他在2021年就囤积数千枚英伟达 GPU 的时候，其实行业中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他想干什么，甚至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一位他的合作伙伴在当时用一个发型很糟糕的书呆子来形容第一次见到梁文峰的感受。当时不少人都没有足够重视他。那最终梁文峰决定用换方来承担 DeepSeek 的研究经费。而从换方的发展历史上来看，梁文峰对技术理想也是坚持的，这包括换方基金遭遇巨大困难的时候，他依然坚持对 AI 的投入。那换方业绩最辉煌的是2019年和2020年，自然年收益分别为 58.69% 和 70.79%。但是在2021年的时候换方就出现了业绩暴跌，并且在12月底发布了致投资者公开信，主要解释是因为 AI 在买卖时点的投资决策上出现了问题。那换方对业绩回撤达到历史最大值也深感愧疚，并且关闭了全部的募资通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投资人是产生了非常大的负面情绪认为梁文峰对 AI 的痴迷让他精力分散，导致了业绩的滑坡。那之后我们看到换方的资产管理规模就从1000亿人民币是逐渐回落到如今2025年的小于300亿元。但还是同一年2021年换方也
也没有停止对 AI 的投入，并且呢是构建了比1号算力高18倍的萤火2号。那换方的另外一个艰难时刻就是在2024年，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呢对量化交易进行了进一步的紧缩政策。那股市当中也有股民的情绪对量化基金们多有争议啊。这个时候呢 DeepSeek 的投入开始出成绩了。DeepSeek V2 系列模型自2024年5月发布开源以来呢，就开始受到业界的关注和好评啊，甚至呢在我们硅谷101的评论区，在2024年的7月份就已经有观众啊开始给我们反馈提到 DeepSeek。那之后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V3 发布之后 R1 Zero 和 R1 呢是引爆了全球市场，而换方之后是不是就会成为一家 AI 模型为主导、量化基金为旗下附属应用产品的公司了呢？那么现在看来啊，换方在2021年业绩的第5期依然能够顶住压力，坚定地投入 AI， 而团队不散，离不开独特的组织架构和企业文化。量化基金是一个源自美国的产物，这使得几乎所有中国头部量化基金的创始班底都或多或少有着美国或者欧洲对冲基金的履历，但唯独换方是一个例外，它完完全全是本土起家，独自摸索长大。像 DeepSeek 也一样，它完全是国内本土的团队，没有海归，团队成员大多数都来自于清华、北大、北邮、北航这种国内顶尖的高校的计算机专业应届生，或者是在读的博士生。梁文峰自己呢，他也是一个身先士卒的创始人，他更愿意被当作工程师而不是交易员。他几乎每天都亲自参与写代码、跑代码。作为一个懂技术并且对技术充满好奇心的创始人，这是梁文峰跟其他同行的核心区别。这里的同行不只是指国内的这些量化基金创始人，也包括像 Sam Altman 这样的创始人。身处在这个团队，给我的感觉就是快乐，很幸运能够和天才们一起共事。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能获得无数的回响，而不是身边只有没有想法的小土豆，瞪着无辜的大眼睛问你该怎么办，空留你一个人在荒野里面呼号。前阵子我们在讨论一个核心算子的时候，我们提到这个算子它的 GPU 使用率不是很高，有没有更多的提升空间了？当时我是持怀疑态度的，毕竟这是官方提供的算子，是当时最快的实现。他们有最硬件架构最深刻的理解，但最终的结果也只有这样。那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但我们并没有放弃，毕竟人生苦短，何妨一试。和我们的同学一起苦闷挣扎3重水复了1个月之后，那天我在回家路上，看上去依旧是毫无收获的一天。他电话给我说，哎呀，他说他走在路上，一阵凉风袭来，他突然之间领悟了。而现在版本在最优的情况下比官方快了5倍，普遍情况下快了 25%， 直接帮我们节省了 25% 的 GPU 时间。这就是我们做事的方式。我们的追求并不仅仅在我比过去快了多少，我比之前的代码快了 25%， 我们追求的是我达到了理论的最大值是多少。比如我们的存储指标是用了 IB 带宽的多少，从 80% 到 85% 到 91%、92%、93%，这一步步爬上来。而这种1%、1%的极限追求和突破，在此之前都是不敢想象的。正是这种扁平而灵活的团队架构，带来了 DeepSeek 非常特殊的企业文化。DeepSeek 这个团队其实非常年轻，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8岁，公司的很多核心技术岗位都是由那种刚毕业1-2年的年轻人担任的。换方和 DeepSeek 鼓励内部形成不同主题的技术小组，成员之间是可以自由交流和合作，内部氛围非常的宽松。而它并没有采用我们常见的这种 KPI 或者 OKR 的考核方式，一切都基于这些职场新人的自我驱动力。在换方，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兴趣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即使是刚毕业的那种新人，也有机会去主导探索一个全新的领域。这种氛围跟国内的互联网大厂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像在互联网大厂，你可能需要先去立项，然后证明自己的价值，然后再去跟其他团队抢资源。那么这样的文化和氛围是不是让人联想到刚刚成立时候的 OpenAI 呢？还是那个非盈利组织架构下的 OpenAI？ Ilya Sutskever、Andrew Karpathy 还有 Mira Murati 等等都还没有离职的 OpenAI。 那个时候啊，他们都更像是一个纯粹的 AI Lab， 凝聚着一个技术团队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对技术本身的坚定信仰。
最近我在刷极客的时候看到新资本的合伙人吴秉健，他 po 了一段自己的感慨。他说他去年的时候去问 DeepSeek 的人，为什么你的模型能做得那么好？对方回答说，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的老板自己读论文，自己写代码，自己做招聘，时间花在哪里，哪里就容易出效率。这句话其实听着很简单，但真相往往就是这么纯粹。但随着 DeepSeek 团队如今走到了聚光灯下，更多的压力和更多的目光，梁文峰能否带领这个团队保持初心呢？我们也拭目以待了。那我们也联系上了幻方的创始人和管理团队，很遗憾他们在这个时间点拒绝了我们的采访邀约，但还是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直接和梁文峰与 DeepSeek 团队进行对话和采访。但正如我们众多嘉宾所提到的， DeepSeek 这次带来的创新，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工程创新，都对硅谷带来了非常多的启发和讨论。其中一位嘉宾说，硅谷的 AI 发展路线在 DeepSeek到来之前呢，都已经开始变得非常的趋同了，大家都做一样的事情，用一样的技术，采取一样的路线。但是呢 DeepSeek 这次带来的耳目一新呢，是重新又盘活了整个硅谷的 AI 大战和活力。那无论是 Meta 还是谷歌还是 OpenAI 还是 Anthropic， 大家的紧迫感呢又都回来了。就像 Meta 创始人扎克伯格在最近的一次 All Hands 全体员工会议当中说的，所有人都要为紧张的一年做好准备。而就在硅谷重新回到作战时状态之际呢，我也很认同图灵奖得主燕乐困最近在 LinkedIn 上面的一段发言。他说，在硅谷某些圈子里面存在着一种常见的疾病，叫错位的优越感，认为你的小圈层垄断了所有的好主意，假设其他地方的创新是通过作弊获得的。但是现实是，当大量有才华的人参与并且分享他们的创新的时候，科学技术才能够进步得更快。而之后的 AI 格局，开源与闭源路线之战，算力之战，大模型与小模型之战，应用之战，可能才刚刚打响，我们也会在硅谷为您持续的关注。以上就是这期我们硅谷101的全部内容了。那这期内容我们整个编辑部春节都在加班，组成了5人小分队进行了超过10多个核心的采访。那如果有任何的技术问题解释的不够清楚，或者大家觉得有值得讨论的地方，也欢迎大家友好交流。你们的留言、点赞、转发和订阅是支持我们硅谷101做好深度科技和商业内容的最佳动力。那记得关注我们，不要错过更新哦。我是陈倩，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拜。